看这30必须得花啊，必须得花。哇，好美呀！玩得开心。好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。朋友们，人太多了，人比那个海鸥都多。哎呀，天哪，终于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11。这次我们去的是云南，路线是昆明、大理、丽江，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旅游路线。既然大家都是被标题吸引过来的，那我们就先说说这次2个人的旅行花费。这次我们最终的花费是13768.27，小数点后2位非常严谨。根据各项花费的不同，我简单做了一下分类，分别是往返机票的费用、景区必要消费、酒店消费、餐厅消费和当地交通消费以及非必要消费。这其中参考意义最大的就是景区消费，这里包含门票和摆渡车等费用，几乎是必须消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像我们走一样的路线的话，景区内人均消费会达到1500块钱每个人，除非你不进景区，就在昆明、大理、丽江的大街上溜达。其次就是当地的交通消费，这次行程和其他城市相比贵在我们走了3个城市，昆明到大理、大理到丽江都是坐的高铁。包括最后从丽江回到昆明也是高铁，所以这部分费用会贵一点。我们整个行程是昆明进、昆明出，但其实这3个城市都有机场，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城市进出，但是昆明进出是最便宜的一个方案。即使我们这次7天的行程最后1天都在赶路，在浪费时间，没办法，省钱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再次可以参考一点的是当地吃饭的消费，我们比较爱吃，这次吃了当地的云南菜，吃了白族菜、傣族菜和藏餐。众所周知，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份，美食种类非常多，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，所以吃的就比较多，可以稍微给你们做一下参考。我觉得吃饭价格不贵，消费是一般城市的正常水平。关于酒店消费，我们第一晚后半夜到达的昆明，住的机场附近，这家酒店很推荐，适合下飞机暂住，有接送机服务，早餐也不错。之后我们在昆明住的全季，位置是在昆明老街附近，位置很好，但是设备实在是有点旧了，隔音也不是很好，就不推荐了。大理的酒店我们选择的和很多人都不一样，大多数人选择是住在洱海西侧，而我们住的是洱海东侧，从阳台可以看到苍山和洱海同框。这家酒店我们选择的很满意，但它的位置稍微有个缺陷，因为大理主要玩的地方在洱海西侧，所以从酒店到景区需要每天打车往返，往返费用大概是130块钱左右，除了这一点，其他都很好。在丽江第一晚住的是一个山景房的酒店，酒店很新，设备都很智能化，年轻人会比较喜欢。第2晚住的是丽江的悦榕庄，这一点我要跟大家重点推荐一下丽江的悦榕庄。我们入住的价格是1496，当晚杭州的悦榕庄价格是3400，好不容易住一晚，我们当然要在好的环境中享受好的服务，对不对？丽江悦榕庄可以和雪山同框。这么便宜的价格，这么好的服务，这么美的景色都是相配的，才不枉来这儿一次。所以相应的，我们这次酒店的费用就上涨了一点。最后就是非必要消费，指的就是在古镇、商业街这种地方的消费，这一点我们很抠的，但也不全赖我们，主要是很多不同的景区卖的东西都太雷同了，让人没有消费的欲望。在云南花的这200多，绝对是我们在非必要消费的类别里消费最多的一次了。主要是云南水果真的太便宜了，昆明的水果是最便宜的，买水果就在昆明买。大理和丽江的水果价格一般，其次还有鲜花饼啊、小吃啊，很多我们没有吃过，所以尝的比较多。游客买的比较多的其他特产还有云南的茶叶、小粒咖啡、鲜花等等。好，说完主要这些，我们接下来说说景点，也按照我们这次的路线，先说昆明，然后大理，最后丽江。昆明第一站直奔西山风景区和滇池，西山的索道确实值得体验。毕竟这种跨越水面的索道在国内不多见，但是不需要像我们一样买往返票，因为速度真的很快，嗖的一下就到了，新鲜感瞬间拉满，但也结束得太快。买单程索道体验一下水上飞的感觉就够了，上下山其实还有景区大巴可以选。下了索道之后就是西山风景区，按正常逻辑来说，下了索道就要爬山了，对吧？但这里不是。下了索道之后就是一大片的商业区，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任何指引牌，凭着以往的经验到半山腰看风景，结果视野好的地方全被围起来了，出售位置给游客拍照。骂骂咧咧走出去之后，看见了一个指引牌，但我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，然后出现了一个龙门石窟景区。
我第一感觉是怀疑这个是不是伪造的洛阳的龙门石窟，后来想着来都来了，去看看吧。进去之后才发现，这才是游客应该来的地方。这里不仅有依山而建的险峻石道和精美石窟，还能俯瞰整片滇池与昆明城的壮阔全景。肯定有人说，怪我们不做攻略，但一个优秀的景区是不需要游客做攻略的。感觉西山风景区、龙门景区、滇池索道这3个听起来是不同的地方，但确实是都在一起的。重点是龙门景区，网上也是西山景区是必玩，龙门景区不是。我觉得他们的卖票逻辑是有问题的。我到半山腰收费的这些地方我都要气死了，结果观景台都被拦住了，然后到在上边啊，风景很好，还不错。从滇池索道下来可以步行到海埂大坝，都是喂海鸥的人，在这儿休息一下不错。第2天我们去的是云南野生动物园，我在网上看这里可以摸小熊猫我才去的，结果到了之后连小熊猫的影子都没有看见，它就没出来。但这个动物园非常推荐，整个园区很大，需要坐摆渡车，园区很干净，一点异味都没有，可以互动的动物非常多，可以摸小浣熊，可以喂羊驼，可以摸卡皮巴拉，可以喂长颈鹿，喂鸟，喂乌龟，总之很多动物可以近距离接触，特别适合带小朋友。整个体验下来要多半天，一定上午去，下午都有点晚了，来不及都逛完的。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人造大瀑布的景观，离动物园非常近，瀑布在一个小公园里，游客不多，转转还挺好玩的。晚上我们去的民族村，这是一个完全的人造景点，不同的区域浓缩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建筑。我们先看了1个小时的表演各个不同民族的歌舞，然后就根据广播指引，在不同民族展示区域有不同的表演，大概有5、6个表演吧。最便宜的门票是79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晚上灯光比较暗，几乎是拍不了照片，所以白天来拍照片才行。但是我看白天的门票又要贵一点。我觉得这个景区和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很像，人造景点，价格也不便宜，但里边都是可以拍照的地方，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巨大的布景，做好妆造来这里拍拍照。不喜欢人造景点的就不用来这里了。从民族村打车到昆明老街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还是有不少人想买冰箱贴和纪念品的来这里买，一样的东西比景区里便宜很多，水果也便宜，鲜花饼也便宜，还有各种民族风情的小饰品，也有不少餐厅，是一条比较实在可逛的商业街。昆明海拔在1900米左右，高反的人比较少，但我第1天到达的时候真犯困，打车的时候坐车里就想睡觉，不过第2天就好了。在昆明2天去的景区并不全面，但我们想下次来云南仍然可以在昆明中转，再留几天逛一逛。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是，昆明人巨多，车也很多，城区非常堵，10公里的路可以堵1个小时，这一点很崩溃。但他们的共享电动车比共享单车多，所以骑电动车通行是一个经济实惠还省时间的好方案。第3天从昆明坐高铁转到大理，中午到达酒店之后，我们就打车到了崇圣寺3塔。这3座塔有1000年历史，景区内其他的建筑是后来新建设的。沿着台阶一直往上走，最后可以登临，在高处向东观洱海，视野非常开阔。景区是5A 景区，设施服务和环境都有5A 景区的标准，是我们在大理最推荐的地方。从崇圣寺3塔往下走就是大理古城，这个古城是可以走机动车的，好像只有几条路禁止机动车通行，就这一条规则，你都可以想象到古城里有多乱。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机动车、游客都混在古城里并不宽阔的路上，一个景区混乱到这个程度，我们也是第一次见。古城大门口是个 T 字形路口，这里2侧都是小摊，还有很多游客，这个地方居然是可以倒车的。整个就是没人管的状态。另外，我看网上说，跟团游的游客到这里要交古城维护费，我们自由行不需要交任何费用，随便进出。这么收费的依据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不是说不推荐这个地方，游客来大理肯定是要来的，因为大理就这么一个古城，而且面积非常大，能逛很久。云南的古城和中原的以及江南的都不一样，是可以看看不一样的建筑风格的，但管理实在是太差了。第4天我们走的是洱海的生态廊道，根据推荐去了才村和才村码头，但我们的推荐是不去这里，风景比较普通。洱海生态廊道全长100多公里，这种自然景观要人少才好看，然后慢慢逛。
看网上攻略都是租自行车、租电动车，但其实还有摆渡车可以选择。家庭出游带老人、小孩就可以选择这个摆渡车。说实话，在大理，我有一种即使我人在大理都做不明白攻略的感觉。就这个摆渡车，没找到任何指示说明，站点也不醒目突出。我第一次看见，以为是周围的居民自己搞的。摆渡车是招手即停，随时可以上车，但下车必须在站点下。这个车的收费我到现在都没弄懂，反正就是坐一站10块钱，好像是固定封顶，然后随便坐。摆渡车还分3段，3段有什么区别不知道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价格看起来不便宜，但洱海生态廊道没有门票，心理上可以抵消一下。但实际上价格其实也还好，因为路程真的挺远的。关于生态廊道的景色哪里美不美的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自然景观没有人是最美的。很多人拍了照片之后把人消除，然后展示这里有多美。人不能总活在照片里。这么美的景观却叽叽喳喳人挤人的，我也没办法说这里很好看。我们沿着财村码头往大理市区的方向走，傍晚走的这段路很少的游客，很安静，只有水声和风声。这一段是我们住的酒店附近的湿地公园，这里更是游客罕至。大理海拔2000米左右，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，但是它的景区管理和交通实在让人没有度假的心情。我们在大理的时候就在讨论，这个地方特别像我们之前去的日本的河口湖。河口湖就是换地方拍富士山，大理就是换地方拍洱海和苍山，都是一样的。河口湖那边的景区服务做得很好，3条景区公交线覆盖了周围的景区，热门线路15分钟一趟车，不太热门的班次时间间隔长一点。不过洱海也有环洱海公交，我看了一下是1个小时一班，根本用不了。有些地方游客下车就拍照片就走了，再回去等1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太不现实了。河口湖还分别有1日游、2日游、3日游的通票，旅游服务做得非常细致，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而且洱海生态廊道热门地方的交通也是非常混乱，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摆渡车、行人都混在一起，滴滴声此起彼伏，太乱了。对了，关于大理租车，在大理租车是非常热门的。一方面，因为大理租车比较便宜，它的价格是昆明的1半。另外，很多人都想环洱海1周嘛，走走停停看看，对吧？也不留遗憾了。但是，我不建议任何人在大理租车。首先，我没有看到洱海周围的停车场，就是那种给游客停车，然后游客可以下到洱海旁边去拍照，所以停车可能是个麻烦。再者，那个交通环境太差了，但我觉得这有游客的责任。经常看见路上龟速的，还有走走停停，然后他就停路边了。这种情况一般是想下去拍照啥的，但是找不到停车的位置，而且很多车连灯都不打就停路上了。晚上我们打车的时候还看见逆行的了，带着家人在逆行。你别说北京、武汉、苏州啊这些城市的交通环境差，很乱，都比不上大理，真的。总之就是太乱了，一言难尽。网上有很多关于大理的这种氛围感的视频，比如这种。有句话说，人有时候活的就是一瞬间，但人不能只活在这一瞬间吧。这种视频的背后是看不见的混乱的管理和混乱的交通，还是找一些专业的旅游管理的人好好梳理梳理吧，别让这么好的资源浪费掉了。第5天我们就从大理到了丽江，怎么说呢，就感觉一下子进入了文明社会。首先就是交通非常有序。刚到就去了白沙古镇和束河古镇，2个古镇的风格我个人觉得有一些类似。白沙古镇离玉龙雪山更近，拍玉龙雪山更好一点，但我更喜欢束河古镇一点，因为人比较少，可以慢慢逛。第6天我们去的是玉龙雪山，我在官方的小程序报的团，我们一般都是自由行。这次我报团的原因是我的攻略做不明白，比如这里有大索道。大索道就是爬玉龙雪山的索道，还有小索道，小索道是云山坪的索道。这里可以爬玉龙雪山，可以去蓝月谷，还有云山坪。我不知道要多久到达各个地方，以及各个地方之间我需要
走多久，也不知道路线应该怎么走，以及每个地方玩多久合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所以最终选择的是在官方的小程序报的1日游的旅游团。我们一早6点钟上大巴车，到下午5点半回到酒店，用了11个半小时。这中间我们没有说坐下来休息休息，行程一直是很赶的。这中间还会有导游告诉你怎么走。如果我们自由行的话，我感觉这一天我们拖拖拉拉玩不了这么多地方。这个团不是导游一直跟着的，导游就是像个 NPC 一样，你玩完一个地方，他就在特定的地方出现，告诉你怎么去下一个地方，下一个地方要怎么玩，要多久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之后就是自己去探索，自己去玩。旅游团的行程是这样的，包含爬雪山的大索道，之后到蓝月谷，之后看印象丽江的表演，再加一顿午饭，再送1瓶水、1瓶氧气和提供1件棉袄可以使用。另外进山的费用是不包含的，需要自己另购买。这个进山的门票还是非常充裕的。不过让我困惑的是，玉龙雪山景区和卖索道票是2个小程序，他们都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卖票的地方却不同。这也是我觉得我做不明白攻略的原因。我非常担心我在玩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我提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。其实很推荐这个官方的1日游的旅游团，一大早就会到酒店附近的地方来接，尤其是大索道的票，自己买的话要提前抢，还要严格按照时段去乘坐，抱团就不用了，随时刷身份证进，很省心。有一点，这个团会首先带到一个地方让买氧气和红景天，这些都是预防高反的，不是强制消费。它这里的氧气比药店卖的贵，实际使用体验，我觉得这里卖的氧气压力确实比药店的大一点，单次按压出气量多，整瓶量也会多0.2升，看自己情况买吧。爬山我用了5瓶氧气，我是比较庆幸又在这里购买了氧气瓶的。玉龙雪山坐大索道上去之后，还有一段台阶路才能到达4680的纪念碑。这段台阶要是在平原，几分钟就上去了，但在这里就爬得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我在网上看见很多帖子说自己爬山1瓶氧气没用完的，但我在山上实际看到的情况是，几乎人人手里1瓶氧气，绝大多数人都是边走边吸。有看起来非常轻松的在爬山的，但是数量非常少。小孩子的反应好像是更大，好几个孩子坐台阶上看起来很难受。高反是会死人的，多吸氧倒不会，谨慎一点没错。我刚到丽江的时候有一点高反，胸闷，第2天爬完山之后反而状态好了很多。我觉得应该跟我上山的时候一直在吸氧是有关系的。但如果你只是坐索道上去看看，不继续往纪念碑走，那就用不了多少氧气了。从雪山下来，晚上去了丽江古城。这次最遗憾的就是丽江古城没怎么逛。丽江古城很有意思，很推荐。地势有高低错落的变化，而且又有小桥流水，晚上也很热闹。丽江海拔大概2300米左右，部分人到这里就有高反了，要注意吸氧。这是一座很好的旅游城市。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里的时间预留少了1天，如果3天的话会更合适。本来我们想从丽江进昆明出，考虑到海拔的原因怕有高反，最终选择从昆明进丽江出，从低海拔一点一点到高海拔适应。现在都觉得这个决定做得太正确了，也建议大家这么走。如果没经验，一开始就落地到高海拔，如果没有高反是侥幸，一旦高反就打破了原有的旅行计划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出门旅游时间是很宝贵的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防晒，高原的太阳太烈了，就像面前有个烤箱一样。另外，昆明、大理和丽江温差都很大，而且都很干燥，要注意喝水和保湿。好了，这次云南旅行总结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。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吧，我们要开始更新云南的旅行的视频了。拜拜，下期见。